雪白色幻影花。这首迷幻的粤语歌出自寂静岭系列作曲家山冈晃之手，正是游戏《野狗子》的主题歌，太有感觉了。野狗子这个怪怪的名字，在几年前刚刚公开的时候，就引起了恐怖游戏玩家的注意。因为它虽然是低成本独立作品，但是背后的制作人呢是恐怖大师外山圭一郎。他一手开创了寂静岭和死魂曲系列，用大量新颖的概念拓宽了恐怖游戏的边界，并且氛围营造的极其硬核，堪称精神污染的高手。不夸张啊，我这个从小打恐怖生存游戏的人，高中玩死魂曲1的时候都差点吓吐了，真的是心理阴影啊。但是与此同时呢，外山也做出过重力异想世界这种童话风的动作冒险游戏，属于是个多面型的创意大神，并不是只擅长吓人。野狗子是他离开索尼过后成立新工作室的第1部作品，请来了老朋友山冈晃负责音乐和音效，风格混杂，光看预告片就很天马行空。既有复古港片的美学元素，也有日漫的寄生怪兽设定，还有自由附身操纵路人的系统，实在是让我很难猜最终成品会是什么样子。直到不久之前，我提前获邀拿到了游戏，通关过后呢，我只想说制作组真的玩嗨了。野狗子应该是今年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游戏。首先它并不恐怖，只是血腥类词有点重口而已，本质上其实是个快节奏的动作冒险游戏，玩起来很爽。然后它有一些独特的设计，玩法的核心逻辑更是非常大胆。因为我操纵的人啊，居然变成了一种消耗品，游戏机制还会鼓励玩家随时随地的弃置他们，甚至是牺牲他们。这个听起来就很地狱的点子，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嘛，当然最好是直接问制作人啦。于是我和风叔去到了东京，参观了外山先生的 Bokeh 工作室，访问了和蔼可亲的他本人，还有酷酷的山冈晃大神，以及其他优秀的主创人员。作为一个童年就接触他们作品的玩家，这次参观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非凡。不光看到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物件，也让我对他们创作游戏的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不光要跟大家分享自己玩野狗子的体验，也会聊到背后主创们的理念。野狗子并不是高投资的大作，而是中等规模的独立作品，所以成本有限，动画演出跟剧情过场比较简化，大部分的对话也没有配音。如果你是习惯了3A 级大制作的玩家，那么我建议你玩之前呢，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一点。但即便有预算限制，制作组凭他们的经验和能力，还是交出了一部超有风格的成品。对外山来说，能够自由发挥创意，自由使用个人喜爱的元素，才是他创建独立工作室的初衷。野狗子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一座虚构的90年代东亚城市，喧闹又复古，其灵感源自上世纪末的香港电影，尤其是王家卫的作品。外山是一个对视觉元素很敏感的摄影爱好者，而王家卫作品的色彩和光影美学就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一个逐渐消逝的城市形象的怀旧之情，是这座虚构城市所要传达的主题。除此之外呢，外山也很喜欢日本血腥怪兽题材的青年漫画，譬如说寄生兽还有东京喰种这一类知名的作品。而这2种元素结合的结果，就是野狗子的基础概念，一座光影迷离、充满了霓虹招牌和市井小巷的中式城市，混迹着装成人类的怪物。野狗子这个词语源自中国清代小说《聊斋志异》，是一种吸食人脑的怪兽。游戏里的野狗子拥有类人的智慧和情感，等拟态成自己吃掉的人，藏在城市里面生活。很多故事里的重要配角，说不定真实身份都是野狗子啊。但是，一旦野狗子受到刺激，或者是试图行凶的时候，头部就会裂开，爆出它们诡异的原型。有的像是昆虫，有的像海洋生物，还有这种低等的腔肠怪等等，真的是超级猎奇。话虽如此，制作组却不想让这部游戏真的吓到玩家。外山很感激粉丝们对他过去恐怖作品的认可，但是他也知道硬核恐怖游戏的受众面是有限的。确实嘛，大部分玩家选游戏还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获得精神折磨。如果野狗子想要触及更多的人，就得像那些受欢迎的青年漫画一样，在表现血腥之余，也有大量的战斗和动作元素，让普通玩家更容易接受。这个还正好是野狗子制作组的长项，因为工作室里面不少的核心员工以前都在索尼跟外山一起制作过重力异想世界，比起恐怖游戏更擅长做动作游戏。他们给野狗子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格挡机制，大部分游戏的格挡只需要按一个防御键，但是本作的格挡不但要按住防御，还得朝敌人攻击的方向拨动摇杆。时机正确的话，就能触发完美格挡，累积计量表，
直到进入子弹时间大力输出。但这个格挡并不是本作玩法的重点，我觉得野狗子真正的特色还得是附身系统。本作的主角被称为平鬼，是个没有实体也没有记忆的孤魂野鬼，唯一记得的事情是要猎杀所有的野狗子。至于他真实的身份嘛，就要等到故事的大后期才能揭晓了。这样一个连性别和样貌都没有的主角，却赋予了游戏一种另类的代入感，因为他可以附身并且操纵大部分的人类，还能用宿主的鲜血造出武器来战斗。这等于说整个游戏的路人，包括几个有特殊技能和剧情的稀少体，都是玩家的容器。这个设定正是本作的动作系统这么有趣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探索、潜入还是战斗和赶路，只要视野里面存在人类，你都可以立刻附身过去，随时随地在不同的宿主间切换。遇到过不去的障碍，就附到对面的人身上呗。同理，遇到追不上的敌人，那就附到敌人旁边的人身上去呗。我们可以靠这个在高楼大厦之间窜来窜去，甚至可以从屋顶信仰一跃，从半空中直接附到地面的人身上。不过这个行为对于丢在半空中的那个宿主来说，确实有点太魔鬼了。战斗的时候也是，玩家可以把场地里的一大群 NPC 当成工具人，在他们之间切来切去，不停地朝 BOSS 的背后进攻，或者是吸引火力和救人，用完就丢。这些路人的生命都很脆弱，等于我们是在靠不停地牺牲宿主来让战斗更简单，让战术更多样化。早在野狗子理想的初期，外山就用一句话确立了这个系统概念：人体是脆弱的，应该在战斗中弃之。这个想法确实很大胆，跟其他电子游戏的逻辑完全相反。因为一般说来，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都得保护自己操纵的角色嘛，不然就 game over 了呀。而且长时间下来，玩家也会自然而然对操纵的角色产生情感依赖。但是野狗子如同一个全新的实验，反倒鼓励玩家不停地丢弃自己操纵的人，去附身新的人，直到习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游戏有很多可学的技能，能让切换附身的收益进一步变高，譬如让每一次切换都可以追击敌人，或者是让弃置的宿主能自动回血等等。我自己刚开始玩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地保护宿主，但一段时间过后，就理解了放弃宿主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开始放心大胆地切换。但动作大神嘛，也可以坚持操作同一个宿主，用持续闪避和完美弹反的方式来解决战斗，但那会失去很多乐趣和优势。因为这个游戏整体难度偏高， BOSS 都很硬，即便选普通或者简单难度玩，后期也会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善用切换就显得尤其重要。不过这个附身系统嘛，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玩家肯定是不想一直操纵大众脸路人的，像什么街坊大妈、秃顶大爷之类的，也太另类了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制作组就设计了一些有头有脸有剧情的稀少体，能跟平轨深度结合，获得强大的战斗力。一旦在游戏里触发了帮助他们的事件，就能把他们收为队友，带到以后的关卡里面，视情况跟其他的路人交替使用。其中的短发少女朱莉和摩托骑手李佳龙这两个人是对主线剧情至关重要的第二主角，而其他队友的身份呢，则五花八门，从流浪大叔、中学生正太、帅哥探员到呆萌菲佣等等，都拥有跟身份匹配的特殊武器、专属动作和战斗策略。比如说大叔年轻的时候是职业拳手，所以他的血武器就是拳套，招式也都是近战格斗，可以靠爆发技能短时间大量输出，但是缺乏远程能力，回复和辅助也很弱。而探员的血武器自然就是各种枪械，连加特林都有，完全的暴力炮塔，是我游戏后期的最爱。光是去尝试然后熟悉每个人的战斗特色就很有乐趣了。这次我还听说啊，游戏角色的招式捕捉居然是工作室里面学过武术的设计师自告奋勇上阵完成的。虽说小工作室的成员难免身兼多职，但是武术动捕这个确实是让我开了眼。除了附身系统，野狗子还有一个特色机制，叫做鬼子眼。死魂曲玩家肯定很熟悉，因为它就是死魂曲系列里的幻视，让玩家可以暂时进入怪物的视角，依靠周围的环境来推测和判断怪物的位置。只不过这个机制在本作的作用跟死魂曲就反过来了，因为死魂曲的幻视大部分时候是用来辅助玩家避开怪物逃生的，但野狗子的鬼眼是用来帮玩家把怪物找出来杀掉的，因为怪物会变成人形藏在人群之中，所以很多任务中途我们都得靠鬼眼来寻找怪物，给游戏又增加了一个调查的玩法。在世界设计方面，野狗子的美学风格真的很突出，不管是嘈杂的室外还是逼仄的室内，都充满了老港片的视觉符号，贴图也细节满满，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为了让这个城市产生可信度，制作组为城里的广告牌设计了各种不存在的品牌，甚至还托朋友的帮忙，把有的产品在现实中做了出来。比如说广告牌上的啤酒九龙鞭炮，我看到实物的时候都惊了，有种穿越进了游戏的错觉。而且啤酒的风味还很独特，加入了中餐会用到的一些香料，真的超有意思。但考虑到游戏的预算规模嘛，制作组还是放弃了把这个城市做成开放世界的想法，而是采用了完全的关卡制，并且开发过程中还放弃了一部分原定的场景。在游戏最后的成品里，整个城市被分为了九龙迷窟、王嘴、妖地等几个区域，但每个区域只有1-2张大型地图，并且都是夜晚的场景。游戏里面很多不同的关卡其实是使用了同一张地图的不同位置，而且制作组还会通过颠倒起始方位、改变场景细节等等手段，去巧妙地反复利用这些关卡，并且没有让我感到违和。因为本作的剧情设定是建立在时间循环上的，到后期甚至会出现表里世界线之分，这等于说主角会不停地回溯时间，试图去拯救一些人或是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应该反复走入各个关卡，经历回溯过后的故事变化。这个做法也向我展示了有经验的制作人在面对客观限制的时候会用什么方法去重复利用地图。但可惜的是呢，即便他们尽可能的让玩家体验到不同，但玩到后期的时候，我还是不可避免的感到了地图的重复以及怪物形态的重复，会有那种怎么又是这里，或者是怎么又要打这个怪的感觉。我知道这是部低成本独立作品，所以在这方面不会太苛求他们，但就结果来说，这样的重复性还是让我后半程的游戏体验打了折扣。不过撇开重复性的问题嘛，我置身在每个关卡里面感受到的气氛的确特别的生动，持续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一点除了美术、音乐和音效的作用也至关重要，而负责这一块的山冈晃，其能力和声誉嘛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也是在这次的访问里面才终于知道了他能够创作出那么多经典曲目的原因。因为山冈先生他自己也是一个超级重度玩家，一有时间就会打机。每次创作的时候，他都会先疯玩游戏的测试版本，玩的时间甚至会大大超过谱曲的时间。僕多分音楽作ってるよりもゲームでアンリアルで遊んでる方が僕多分長いんですよね。这次为了符合野狗子的背景，他没有再使用寂静岭那种摇滚和工业噪音的风格，而是用了一些更梦幻、更复古的合成波电音，时而迷醉，时而紧张，烘托出了这个世界神秘的氛围。对了，制作组还在关卡里面藏了很多收集品，用来增加玩家探索的动力，包括被强大怪物看守着的神龛，战胜过后可以解锁同伴的额外服饰，以及藏在各个边边角角的记忆碎片，可以解锁平轨的回忆。对世界观的真相揭秘至关重要，也可能会影响到剧情和结局。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野狗子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平轨是谁，为什么要猎杀野狗子。所有平轨拯救的稀有体同伴几乎都是被野狗子残杀过的受害者，有人还一直跟野狗子有深仇大恨，所以都很快同意了跟平轨结盟，成为猎杀野狗子的新力量。每个同伴都有独特的背景来历，只有通过不断解锁跟他们的新对话，不断收集平轨的记忆碎片，再结合关卡里面呈现的剧情，玩家才能够逐渐理解游戏里发生的事件，搞明白野狗子的来历以及平轨的身份之谜。这些怪物到底是外星人，是实验品，是妖魔鬼怪，还是某种更意外的东西呢？其实我在玩这部游戏的途中一直能感受到外山在以前作品里面的编剧思路，比如说靠逐步收集信息来让玩家自己一步步理解真相的叙事手法，以及在剧本里面安插一个诡异的邪教。没错，野狗子的世界里也是有邪教信仰的，属于是梦回寂静岭和羽生蛇村了。我很好奇外山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邪教的设定，而他告诉我呢，他觉得只有相信一些极端事物的人才会做出比普通人更疯狂更恐怖的举动，所以在惊悚题材的故事里面设计一个邪教，能给许多角色的行为动机增加更高的可信度。但由于野狗子是注重动作体验的作品，所以剧情上没有外山过去的硬核恐怖作品那么曲折。但即使是这样，这个故事里也藏着一些重大的秘密和冲击，有的转折我玩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就刺激程度和冲击力而言做得非常好。为了不破坏大家的游玩体验嘛，今天我也不会剧透，就留待大家自己去发掘了。总的说来嘛，我觉得野狗子是个好玩并且很独特的游戏，即便有预算少导致的一些不足，但它那个新颖的概念配上刺激大胆的题材，在如今这个保守的游戏界里面还是让我耳目一新。
风格化的视听美学、爽快的动作感、诡异的都市怪谈主题，以及可能性极高的附身系统，再加上外甥归一郎过去作品的机制和叙事手法，组合出了《野狗子》这部独特的游戏，同时富含实验性、娱乐性以及强大的个性。对我来说嘛，能够看到从小喜欢的游戏类型去探索另外的改革方向，能看到这些老制作人还在持续输出自己的创意，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这次能在游戏上市前的最终阶段跟他们深入的交流，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理解了他们所坚持的制作理念，非常的佩服。总之，对于喜欢动作游戏的玩家、喜欢血腥题材的玩家，或者是单纯喜欢尝试新概念的玩家，野狗子都是值得一试的作品。我也真心的期望未来市面上能出现更多这种重创意的中型独立游戏，而不全都是大厂和大作的无限内卷，百花齐放才有意思嘛。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对大家了解野狗子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本期内容的话，也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支持我一波噻。我是雷亚，大家下次再见啦。